prompt 相信你已经很熟悉了。那 system prompt、developer prompt、user prompt， 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又有什么用呢？上节我们说到，模型厂商会在用户的输入前加上一段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告诉模型你是谁，要怎么说话。除了 system prompt， 模型在生成回答时还会看到什么？模型真正看到的输入到底长什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多人对话中，模型真的记住你了吗？很多人第一次和 AI 连续聊天时会惊叹，他居然记得上次我说过的话，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记得。他能前后回答连贯的机制，其实是一个非常笨的办法。系统会在后台把之前的所有历史对话重新拼装成一段完整的文本，重新拼接在你这次输入前面，再一次性发给模型。多人对话拼接，这个是发生在模型之外的，由系统层完成的，不是模型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模型不是记住了你之前的说话，而是每一轮对话，模型都是重新阅读了一遍之前所有的对话，然后继续生成。模型并不知道这是第几轮，它只是看见了整段文本从最后一个字的地方开始，继续进行文字接龙。这段话说起来有点抽象了，实际举一个具体例子，你就能了解得很清晰了。如果你和 AI 聊了3轮，那么模型的输入可能是长这样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告诉模型你是一个友善的 AI 助手。然后 User 也就是你，第一轮发的是你好，帮我写一首诗。然后模型回答好的，这是一首关于春天的诗。然后你接着要求再改得更现代一点，然后模型说当然可以改成这样。最后你说那帮我来总结一下主题，然后出现 Assistant 冒号，接下来就是模型要接的是这一整段文本才是模型看到的真正内容。你前面2轮的对话聊天历史就直接在这一段文本里面。AI 模型在阅读这个的时候，并不是在记忆，而是在重新阅读整场对话的文字记录，再生成下一个字。它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它这一次阅读的时候就看了你们前面的对话历史。从技术上讲，大模型是没有记忆，它只是一次性读取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恰好包含了你之前发送给它的消息和之前它自己生成的回答。那具体每次能看多少字呢？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上下文窗口的大小。GPT-4 可以看 128K token， 大致相当于一本中篇小说。Cloud 3.5 可以看 200K token， 相当于一本哈利波特。一旦超出了这个长度，模型就没有办法看见超出长度之外的内容，它能看见的范围就是它能记忆的范围。所以你在和模型聊天的时候，聊得太多的时候，会提示你换一个窗口，它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之前的内容。上下文窗口大小就是 AI 模型所谓的记忆的范围。所以在你当前输入之前， AI 模型看到的内容还加上了你和它之前所有的历史对话。除了历史对话被加入之外，还有一个被加入在你这一次输入之前的，那就是开发者在应用中设置的指令。之前说的 System Prompt 的系统提示词是由模型的厂商，比如 ChatGPT 的厂商 OpenAI、Cloud 的厂商 Anthropic、DeepSeek 的厂商深度求索公司的工程师加入到其中的。那么具体你使用的一些 Agent 的应用啊，包括你用的 Cursor 啊这些软件，除了这些厂商加入的内容，还有开发这个应用软件的工程师加入在前面的内容。这一部分就叫 Developer Prompt， 也叫应用层提示词，也叫中间层提示词。这一层通常是由具体开发应用的开发者来设置的，它的作用是用来让模型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它不是教模型的底层人格，不是教它做人，而是告诉模型怎么去做事。常见的这个开发者的提示词会有模型在当前应用中的角色，比如一个翻译软件，那么就会告诉他你是一个英语老师，你是一个翻译，你是一个客服软件，就会告诉模型你是一个客服机器人。除了这个之外，还会告诉他怎么来做，比如说推理的流程，接到用户的输入之后要先分析问题，再给答案，再列出一系列的改进建议。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外部接口的说明，告诉模型你需要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外部的知识库、搜索引擎、工具函数等等。各个 agent 的开发者、模型应用的开发者都是在这一层来做工作，给到大模型一些提示词，为大模型加入合适的工作说明。你大致可以这样理解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是 AI 的人格设定 ，Developer Prompt 工作层提示词是告诉模型具体的工作说明书，用户的提示词就是你输入的问题，是告诉模型你现在具体要做的任务是什么。三者层层叠加，就像舞台剧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共同构成了这一场文本生成的表演。在了解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AI 模型看到的输入最终是长这样。首先是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告诉它人格设定，然后是第二层 Developer Prompt 工作层提示词，告诉这个模型工作的说明书，然后是第三部分你和它之前的历史对话 Conversation History， 你之前和它交流过的，你发送的信息和模型回复的信息。第四层你当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你当前的输入，然后再是 Assistant 这个单词加冒号，提示模型现在轮到你接下来去输入。模型看到的整个提示词就是这样，最后光标停留在 Assistant 冒号后面。这样一个顺序在目前主流的 AI 软件中是一个通用的拼接顺序。从模型的视角来看，它只是看到了刚刚说的这一长串的对话剧本，在 Assistant 之后就轮到它来接下一个字，于是模型就从这里开始接下一个字，再把这个结果重新输入到模型中，继续接下一个字。刚刚说了大致的结构啊，可能你会觉得还有一些抽象。我们实际来看一个例子，假设我们在一个中文学习的 App 中和 AI 进行了多轮对话，前2轮你已经请求它帮忙修改作文了，这一轮你说帮我改一下这一句话，他昨天去图书馆看书了，我今天去，这是目前的第3轮对话。那模型在
第3轮看到的完整输入就是图中这样，首先是一个 BOS， 这是一个标识符，标示现在正式开始输入的第一个字符，然后是 Assistant 的这个标签，在这一部分就是模型厂商提供的提示词。我们在这里写的是，你是一个由深度求索公司训练的大语言模型，目标是帮助用户改进中文表达与语法，保持礼貌、简洁、准确，不要输出有害或不安全的内容。然后是 System Prompt 的结束标签，下一部分就是应用开发者的工作层提示词。你当前运行的是一款中文写作辅助应用，名称叫做写作助理，你的任务是阅读用户输入的句子等等等等，输出格式应该是怎么样，修改后应该怎么样，解释是怎么样。那这一部分就是开发这个应用、开发这一个工具的给到的这个模型你应该做什么的一个说明。往下的第3个部分就是你和模型的所有历史对话，因为你聊了2轮的历史对话都会在前面。第1轮你说的是你好，可以帮我改作文你的句子吗？然后模型回答当然可以，请把句子发给我。第2轮你说了我昨天吃了苹果很高兴，然后模型给了你一个修改后的结果。这是你们前面2轮聊的内容。再是第4个部分，也就是你当前输入的这个问题，帮我改一下这句话，他昨天去图书馆看书了，我今天去。接下来就是模型看到的最后一个部分，第5个部分 Assist 光标就停留在这，那模型自然就知道我要从这里开始往下接。等它接的时候就形成了第5部分完整的模型回答，也就是修改后他昨天去图书馆看书，我今天也去了等等。最后是 EOS 结束符。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提示词的内容。我是野生 AI 产品，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爱琢磨、爱思考的产品经理，希望能陪你一起度过 AI 浪潮。